子たちは知らぬ間に大人になって本当の愛のことを少しずつ知り始める。黄昏にときめいて雨音寂しがる曖昧な季節さえもたまらなく今愛しい巡り合い惹かれ合い幸せになろうねってささやいてこの街の物語になってゆく不器用な恋の記憶。さよならは終わりじゃない。思い出は消せないからこの道で二人して小さな空を見上げていた。きらめきが色あせてもぬくもりは残っている。アスファルトに君の影が焼き付いたまま潤んでる。手を振って微笑んで幸せになってねってつぶやいて僕はまたもう一度歩き出そう。この街で生きてゆこう。忘れない大切なこともらった。本当の愛の形今はまだ見えなくても物語は続いてく。给大家看一下我底柜里面的情况吧。过滤部分，这里是一个19升的双净水不锈钢滤桶，配18瓦的创林水泵。这是一个尼特利的2号前置滤桶。这里是一个3公斤的灭火器，作为二氧化碳探源。总电源在左边，目前需要用电的就只有滤桶和水草灯，等天气再热一点就需要加风扇，或者加一个冷水机。电源插座上贴了标签，以防拔错开关。我用2颗螺丝把插座挂起来了。水泵的控制器也挂在柜子上了，方便操作。
时，这个底柜也是两边都可以开门，一共有6扇门的。在另外一边，我就只挂了一些常用的水草剪刀、镊子、平沙铲、刮爪刀之类的东西。柜门上还有很多垂直空间可以利用的。我自己加装了几个挂壁的收纳盒，存放一些常用的叶肥啊、除藻剂啊、水质测试工具、抹布等等，包括这个洗沙器也可以收纳在这里。最后来说一下我的换水操作，这一卷就是我换水用的软管。我们去另外一边看一下。软管上的这个是一个4分内牙的宝塔接头，在集水和排水的时候都需要用上。这个是避水封合的鱼缸3通换水器，带阀门的，把它接在出水或者进水的软管上面。再来到这边，这里是装修的时候改装预留的用水位置，因为水电布局在装修之前就已经固定了，而且我不打算做大改的，所以也就做不到把进出水都集成在鱼缸柜里面的那种效果。我的方法是从距离最近的那个浴室里面引出进水管和排水管，然后通过配置合适的角阀和排水配件，来让这个机器人和鱼缸都可以共用这个进出水。具体的操作流程就是这样的，虽然也有点麻烦，但是个人感觉总比把软管架在鱼缸上面来抽水要方便一点。加完水之后，把软管插回到排水的宝塔头上面，关闭好阀门，然后就可以拆下软管卷起来收纳了。这样在卷的同时，软管里面残留的水就可以全部导进排水管里面。